比特币会暴跌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我依然持有这张以太坊的多单，那我的仓位价值已经少了非常多了。我们可以发现呢，在昨天半夜的时候，比特币最低已经来到了40200了。那么以太坊呢，也几乎是回落到了$2400左右，也是非常的夸张。那我们现在利润呢，已经大幅的缩水。我们现在应不应该平仓呢？好，那如果你也觉得你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Bybit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哦，而且你可以直接提币的。那 BigGet 你只要 KYC 就可以拿到$15的现金，一样可以直接提币走。那如果大家想要我这顶帽子，就是我这顶，大家只要分享我的影片到随便的群组都可以，然后寄信到邮箱，我们就会私信给你表单，然后就会把货寄给你。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美股，这个是标普500啊，我们可以发现呢，目前美股已经来到了历史新高了，已经把历史前高给突破了。等于说我们现在的价格呢，不好意思，现在的价位4839就是标普500的历史新高。那么当美股创新高的时候，对于比特币来说肯定是一个利多啊，这肯定是一个利多。那我们就直接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其实我们从周线可以发现啊，基本上呢，所有的行情它肯定都会有回调的，因为这对于庄家来说会筹码对庄家来说会比较干净。你可以观察到呢，我们之前的上涨啊，它中间也都是回调过后，我们才开启第二波的上涨的。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从25000啊，一直到现在49000翻倍的行情，基本上都还没有出现什么很像样的回调。那我们现在呢，基本上也可以由周线的这两根裸 K 呢，可以确认我们已经进入了周线级别的调整的回调了。那我们可以稍微测量一下，我们上一次呢回调的幅度啊，大约在20个百分点左右，20%、21% 左右。那如果我们这次也回落差不多的幅度的话，那大概可以回到可能$39,000多、$40,000左右的这个价位，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当然有可能更深啊，不过更深回调的话呢，对多头来说就绝对是很不利的。那我们回到日线呢，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在基本上支撑就是两个，很主要的支撑就是两个，显而易见的。第一个在4万，第二个在38000。那我们有提到，其实我们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要很介意支撑它的有效性好不好？只要我们在上涨的过程呢，支撑都一定要发挥效果的。如果说支撑没有发挥效果的话，那就不太好了。那其实我们在上涨的过程呢，不太需要很关心阻力，因为其实在多头行情当中呢，阻力它就是拿来破的。那空头行情就正好相反了。所以我会认为呢，我们目前4万还有38000的支撑呢，4万它的重要性是远远大于38000，就支撑的这个效果来说，而且4万它的强度呢，支撑的强度啊，也会要大于38000的。好，那我们又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现在的上涨呢，它已经逐渐衰竭了，其实已经衰竭了。我们可以观察到，其实衰竭呢都是可以被量化的，它并不是一个感觉，它绝对可以被量化。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波突破上来就是31%、32%的涨幅，那我们这里的突破呢，它也是25%、26%的涨幅。那等到我们最近的一次往上突破它就仅仅只有15%、16%的涨幅了。其实你可以发现，我们的涨幅呢，突破的幅度是越来越缩小的。当然，这对于多头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不过呢，如果我们还要再上涨也没问题，我们要先经历过回调才行。那其实我们这3段的上涨呢，它其实都对应着3次的突破。像我们第一次的上涨呢，它对应的就是我们在突破3万的时候，它所出现的涨幅。那我们第二段的上涨呢，对应的是我们突破38000之后它所出现的涨幅。那我们第3段的上涨，它对应的是突破44500阻力之后的涨幅，所以其实都有相对应突破的阻力的。那再来呢，其实我们的涨幅逐渐缩小，我们打开 MACD， 我们就可以发现已经出现了背离衰竭的信号了。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背离的，因为我们第二次的冲锋，它其实力度也是够的，有20多%。那我们有谈到，如果说这一次突破44500，它如果没有直接上到53000、52000、53000的话，那我们就会开始产生衰竭。你可以发现呢，我们现在突破它只有到49000，那我们上涨的强度呢，其实你可以发现就已经在减小了。那我们从 MACD 上可以很客观的看出这个事实。我们价格呢创出 higher high 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价格它创了新高了，但是我们的 MACD 呢，它却开始走低。那这绝对是上涨强度减弱的信号。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化解，不然我们
在接下来的上涨呢就没办法走得很健康。所以我们现在呢，其实下穿零轴啊，穿到水下，这绝对是一件好事。我们需要做的很简单，就是在水下呢出现金叉就可以了，在水下，然后快线向上穿插慢线，那我们其实就可以再开启一波上涨了，或者说再开启的上涨，它就会是比较健康的。我们必须经历过回调之后呢，它才能有健康的上涨。而且其实我们从25000呢一直到49000的涨幅，它中间都没有回调。如果要去追多，或者说再做多的话，其实也是会令人蛮担心的。好，那我们再把级别呢再缩小一点，到4小时级别。到4小时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啊，我们这个盘面呢已经出现了一个斜波形态。那为了精准的，我们用磁铁哦，这里是 X 点，然后 X A B C D。那其实这个 C 点呢，它是把 A 点给穿破了。这个如果说熟悉斜波形态的朋友呢，一定会知道 C 点穿过 A 点呢，只有一种形态，就是鲨鱼。那鲨鱼呢，它其实有2个点位啊，2个点位。第一个点位呢是在886的位置哦。如果说是886的话呢，那就是在41400的位置啊，41400的位置。这里呢，这个点位啊，它就是886的鲨鱼的做多位啊，看涨鲨鱼形态的886的做多位。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价位，就是1.13啊，1.13左右。1.13的话，那这个价位呢，可能要到39700左右，39700。这2个点位呢，它是看涨鲨鱼可能的入场点，或者说可以标示出来的入场点位。那1.13的这个位置你可以发现，它其实这个区间就是我们回落到并且产生一定的反弹的位置。那其实这个鲨鱼形态呢，我们当时在20个小时前的直播呢就有谈到这个鲨鱼形态，也确实它也就在这个位置也开启了一波反弹了。那当然，如果你对斜波形态不熟的朋友呢，这些回调的点位你都可以回来，然后按照上面，你只要在浏览器随便查鲨鱼形态，它都可以指示出这个点位呢是要怎么去找。那它确实在886还有1.13呢，这里就是1.13的看涨鲨鱼的做多位那这是可以给大家去考虑的。那它当然是有目标价位了，就是我们从 A 点呢，然后直接拉到 D 点我们第一个目标位呢是0.382，42700。那第二个目标位就是44500了这是可能的反弹位，大家可以参考看看那我个人依然会认为呢，4万它是一个强劲的支撑，而且我们在短期内呢，它会比较难被跌破。好，那我们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以太坊的话，其实它在这一波回落当中上涨其实是比特币比较强势，但是回落的过程呢，以太坊是比较强势的。比特币其实相应的价位呢，已经来到了前一个箱体的下缘了等于说相较于以太坊大概是相对应在2100左右的位置，2160左右的位置。但我们现在还在2400、2500左右，它连前面的这个箱体都没有回来。那其实以太坊呢，我们再把级别再缩小一点，我们从4小时来看呢，我们已经出现了一个下降趋势线了。如果说要等待做多机会，或者说做多入场时机点的话，你可以等待这条趋势线被突破的时候，就是一个明确的入场时机点这可以给大家参考。好，如果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